大家好，深万我全球独家深度的王一博乌镇事件依旧在暗潮以及博弈当中，所以最近王一博的动静不大。这里面其实衍生出一个99.9999999的娱乐大 V 劲爆大号都看不见的问题，那就是深万我常说的如何理解正主的问题。理解对了就是粉碎正主，理解错了就是粉碎正主，伤害力极大。当然了，方法都是现成的，深万我也专门开篇多期的了，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自助。那么问题来了，真正理解完之后呢，深万我想说的自然就是大家都会挂在口头的开心成功的双向奔赴了。所以今天深万我值得开篇聊聊一家企业与王一博之间的相当成功的双向奔赴，因为企业都行的话，更何况人呢？您说对不？同样的，王炸姐姐的改开剧突然变为时装剧的时候，99.9999999的娱乐大 V 劲爆大号同样再次实实在在的撞在了门板上。因为看不见这种操作的背后的目的，当然了，深万我除了赞赏，也只有虚心学习了。因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你不懂政治，不讲政治，甚至只讲法律，那么不好意思，在中国没人跟你讲法律，因为党媒官媒一致定调肯定了，法律不是挡箭牌。所以娱乐江湖讲究的就是丛林法则，你能够在红黑之间找到平衡，那么很正确，政治就会青睐你，爱上你了。道理很简单，问题是99.9999999的吃瓜客表示不明白。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深万我，首先需要问您一个问题：关于代言人营销，一直以来都有争论，也就是到底是应该以流量为导向，还是以品牌价值为导向呢？几个月前，联想携手代言人王一博推出了成长型短片《奔赴》。将王一博人生中热爱的3件事为灵感，讲述了3段抵达不平凡的自我的故事，让品牌与代言人王一博生而向上、敢想敢搏的人生态度深度融合，从而更为深度对话年轻消费者，也为整个行业开启一条达成代言营销品效目标的新道路。这种高大上的思路很有意思，因为看懂了企业的如法操作，就能明白做粉的正确操作了。说实在的，在深万我的独家视角当中，做戏如做人，看人如看戏，都是一个道理。不知道您认同不？赵丽颖的新剧《风吹半夏》，故事以上世纪90年代为背景，以钢铁行业为主线，剧中主角们作为第一批下海的商人，白手起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野蛮生长的故事。虽然和原著比，剧情改得稍有欠缺，女主角更是有开金手指的嫌疑，但是整体水平在国产剧里已经算是可圈可点了，尤其是赵丽颖饰演的女老板许半夏颇受好评。对脸拍时，毛孔、法令纹、鱼尾纹、眼袋等瑕疵真实可见，大方展示自己的憔悴，演出了女企业家创业的艰辛和疲累。和动不动就开18集美颜滤镜的国产剧或者其他某些85后女明星相比，真是巨大的突破。除了脸部有瑕疵，赵丽颖整个人好像也圆了一圈。被部分网友嘲笑说，不是天天健身吗？怎么变胖了？其实她是为了这部剧特意增肥的。要知道，那个年代的女企业家都是狠人，尤其在钢铁行业，周围全是男人，柔柔弱弱的小白兔类型，怎么可能在商界杀出一条血路来？除此以外，其剧中的穿搭也相当用心，90年代复古风情拿捏得很到位。造型工作室 The Mirror House 准备了1万多套衣服，当然还包括其他主角配角，给不同阶段的半夏做了相当契合的造型，包括刚出道时期的青涩稚嫩，闯荡商海时期的明媚张扬和女老板的成熟稳重。既然故事背景是90年代，穿现在的衣服肯定不对劲，于是造型师准备的大部分单品都是 vintage 古着款式，有不少甚至是从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私人收藏家手中买来的，真的很用心了。深万我一直拍案惊奇的就是这种异样的感觉，也就是说，这部明晃晃的改开大剧，居然成了怀旧的时装大剧。半夏的复古穿搭，虽然古着单品不容易买到，但是穿搭思路成为了复古宝剑。您说奇怪不奇怪呢？尤其剧中有很多大衣、厚外套的 look， 让2022年的这个冬季充满了许半夏的质感和存在。艳丽的色彩很拉风。现在流行黑白灰，冷静而高级。不过
90年代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流行浓重大胆的彩色，还有不少有趣的撞色。比如大红色，属于大女主标配颜色，半夏穿过好多次红色，绝对是真爱了。比如这件红色连衣裙，来自日本设计师 Jan Ashida 的古着款。再来件红色 Cletus 中古款西装外套，搭配金色大纽扣，西装线条明朗锋利，明艳大气的女老板形象呼之欲出。穿黑白灰套装时，外面加一件正红色羊绒大衣，来自 Max Mara， 红色复古毛衣，上面有珍珠点缀。内搭黑色高领衫叠穿，哪怕去工地戴着安全帽，也要穿红色 Max Mara 连衣裙，一看就知道是敢闯敢干的女老板。除了正红色，还有提气的森林绿。小面积红色古着贝雷帽搭配大面积的绿色大衣，红配绿就这么简单。明亮的黄色也不少，搭配牛仔蓝、黄配蓝撞色吸睛极了。还可以内外颠倒一下，饱和度高的宝蓝色廓形西装，内搭 Ferragamo 鹅黄色高领，又是一组蓝配黄。还有明度稍微低一些的姜黄色，比如这条 Dior 中古易步裙，搭配气场强大的双排扣西装，不仅能增加女人味，而且还能轻松化解灰色西装的沉闷。黄色还可以搭配橙红色，比如 Dex 中古款黄色半裙，搭配了一件橙色 Max Mara 中古款外套。内搭的香槟金真丝衬衣来自 Escada 中古款。贵气的紫色也来一件，作为黑色 Max Mara 大衣的内搭，裙子上的金色纽扣和金色皮带很有力量感。女老板也可以穿粉色哦。这件 Escada 中古款套装，粉色和红色的配色搭配粉色半裙，很有港剧女神的 feel。二就是满眼的复古的图案，复古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种格纹、人字纹、波点和线条，半夏的穿搭果然一个都不少。大女人都爱穿大格纹外套，比如这款红色廓形西装，细密的格纹更有书卷气。这款棕色细格纹来自 Valentino 中古款，格纹还可以做叠穿的中间一层，很耐看。比如棕色 Burberry 中古皮风衣，用 Gucci 中古格纹西装作为中间层，内搭焦糖色高领衫，这一套想一件复制。Max Mara 蓝色大衣搭配中古款绿色格纹外套，而蓝配绿本身就是一组复古的配色。除了格纹，千鸟格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黑色廓形大衣里搭配了 Escada 中古款千鸟格西装，再内搭黑白衬衣。80-90年代的权力套装中，隐隐的竖条纹也是很常见的款式。半夏就有一件用迪奥中古款皮带打造高腰线，金属头凸显其刚毅的内核。那个年代还特别流行波点图案，尤其是彩色波点。比如这件白色 Givenchy 中古款西装，内搭正是酒红色和棕色波点衬衣。同一款古着波点衬衣，半夏还搭配过黑大衣和红围巾，给沉闷的冬季穿搭增加了不少温暖。除此以外，搭配 Nina Ricci 中古款外套的这根领带我也印象很深，来自 Harris 中古款，配色和图案非常像复古的佩斯利花纹。同一件西装，半夏还曾经内搭过 Ports 中古马甲和白衬衣，马甲的图案也很像佩斯利花纹，搭配的飘带也很有感觉。三，大家在剧中随便可以看到的夸张的腰带，半夏的穿搭特别强调腰线，几乎每一套都不会忽视。大部分套装都会加腰带，而且是相对宽的那种，很有存在感。比如这件鹅黄色 Ingeborg 中古款西装，本身就是收腰设计，半夏还加了一根黑色宽皮带，皮带头上的红色和绿色装饰很华丽。廓形款式的西装外套也要加一根黑色宽腰带，方形皮带扣和格纹的方形呼应。这套灰色 Giorgio Armani 中古灰色外套，半夏加了一条黑色丝绒腰带，犀利中增加了女性的柔美。这套 Max Mara 套装很巧妙，内搭其实是件中古款浅绿色飘带衬衣，飘带放到西装外，然后用 Givenchy 米色中古腰带强调腰身。Celine 大衣上也加了根腰带，夸张的金属头一看就不好惹。这件皮毛一体的外套实在太厚了，加不了腰带怎么办？没事，可以在内搭毛衣裙上加腰带。这件黑白毛衣裙来自 Pierre Cardin 中古款，没有腰带也没事。比如这套英国设计师品牌 Hardy Amis 中古款套装，设计自带收腰，搭配小垫肩设计，视觉上形成蚂蚁腰。这套也是我全剧我最喜欢的一个 look。四，还有路透的时候就已经超级吸睛的大耳环，夸张时髦的大耳环，吸睛夺目，搭配蓬松的大波浪和大红唇，
再加上倔强的野生眉，完美诠释了那个年代野蛮生长的女企业家的模样。珍珠耳环有好多副，不过不是那种优雅极简的款式，而是大大的半圆形，镶嵌在一圈金属里，刚柔并济。除了金属，还有夸张的彩色塑料耳环，用来搭配衣服正好。当然了，申万我对于这种古早的味道其实是蛮抗拒的，因为申万我的眼睛喜欢往前看，因为往后看的时候有太多的伤感。如果您十分认同申万我的胡思乱想，不妨在评论区中抛砖引玉，共同回看。有时候回看这1-2年里面发生的事情，倒是申万我擅长和乐意的，因为有些故事就是反反复复，因果循环，就像各种事件的反复交替一样，读懂了就是进步，明白了就是顿悟。您说申万我的说法有道理不？比方说，联想携手代言人王一博推出的成长型短片《奔赴》，立意其实很明确，也正确。一、推出成长型 TVC， 将代言人态度内化为品牌性格。对于品牌来说，代言人是广告宣传的符号化、人格化，品牌借助代言人的力量使传播更具人性化。这就要求品牌与代言人的关系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共生连接。此次联想与王一博联手打造的《奔赴》正是如此，实现了抽象价值观与具象代言人的完美共生。短片围绕王一博歌手、赛车手、演员3个不同的身份，讲述了他付出的不为人知的努力，同时也记录下不同状态、不同阶段时他的不断成长。无论是奔赴灵感时以更酷的方式不给自己设限，更享受本色的惊喜，还是奔赴热爱时候防守突破纪录，不为战胜别人，只为战胜自己的心态，或者是奔赴未知中喜欢未知以及想要塑造不一样的自我的真实，这些都是王一博真实的生活、工作状态，也是联想要给用户传递的价值观。实力奔赴，感想感博，特别是王一博在短片中的各种原声道白，更是让人更加接受这么一个有血有肉、质感真实的王一博。这种真实其实也是打开理解之门的大前提了，因为很多热衷尬吹尬黑的人都喜欢打造自己心目中完美无缺、无所不能的超人形象，那么真实又何处藏身呢？理解又如何谈起呢？所以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鼓励大家放下心中的成见和包袱，接受一个真实的王一博，而不是想象中的模样。而且从申万我硬核的视频开始，真相就会还原成为真相。其实王一博就更加可爱了，您说对不？申万我其实偏偏就喜欢真相，不会去想别人家的真香，特别是机器人的那种，因为人手调味，小炒才香。而且看问题，如果看到真相，其实更加让人明白一些人的不容易，一些事的不简单。比方说赵丽颖和她的风吹半夏，这次除了这部改开剧大变成为时装剧之外，更加好玩的是这部风吹半夏居然还成为了赵丽颖土肥圆的土丑剧。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几乎每天都会有上万的丑胖评论直接炮击赵丽颖的颜。又来了又来了，这已经是申万我不知道第 K 次看到这些话了。比如满脸疲态，这大饼脸法令纹，颜值下滑严重，这些都是部分观众针对赵丽颖在新剧《风吹半夏》里的状态做出的重复性极高的网络评价。为了追求年代剧的真实质感，这部剧几乎没用滤镜和磨皮，而赵丽颖饰演的女商人许半夏，有时素颜上阵，有时高清对脸，脸上的毛孔和双下巴一览无遗。在一众磨到五官都模糊的影视剧里，这部剧操的简直不合群。而看惯了10集磨皮滤镜的观众更是不满，直接凭她的状态给这剧打了1星。赵丽颖为了角色做出的大胆尝试，反而变成了网友刺向自己的利刃。可看够了那些在美颜滤镜下的精致假人，我倒觉得这样的粗糙来之不易，内娱需要这份真实。说真的，现在内娱流行的这套对明星状态的审判越来越苛刻，在演员的脸上找茬一向是他们最擅长的事，甚至对颜值无瑕的追求远比剧情和角色的贴合更重要。从赵丽颖的新剧来说，她饰演的是一个精明的女商人，为了事业每日奔波劳累，喝酒应酬，
脸上有闭口，肤色暗沉，与一个刀尖舔血的女商人形象更贴切。面对生活挫折，谁能顶着一张无瑕的少女肌，元气满满的当傻白甜？样貌、身材、性格、人设就这样被观众轮番审判了一遍，强行要求主角无死角完美，好像已经变成了影视剧里的一种病态。被美颜滤镜荼毒已久，我们好像忘了生活的真实模样，一点瑕疵都被放大。可将时间拨回10几年前，面对这一部部画质粗糙且无磨皮的剧，我们却能看得津津有味。那年的 TVB， 要么是模拟自然光的发黄打光，要么是锐化后的质感，演员们甚至还常常素颜上阵。真实的皮肤状态、流畅的肌肉走向、不加修饰的自然肤色，都让他们更鲜活灵动。而这样的不完美也没有影响我们的观看体验，反而让我们更投入到剧情中。2003年的金粉世家里，画质虽不比现在，但也足够让你看清演员真实的状态。董洁脸上的闭口、痘痘扛得起镜头的打量，陈坤脸上的沟壑和纹理清晰可见，也不影响她的半分俊美。《还珠格格》里饰演大美人香妃的演员有黑眼圈，也难掩她的温婉动人。就连当时16岁的刘亦菲，在拍摄《神雕侠侣》时脸上有痘痘，妆容浮粉，我们还是一眼惊为天人。没有厚重的滤镜，泪痕清晰可见，是如今放大10倍也难找到的真实。在那个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时候，演员不会时时刻刻顶着大红唇和精致浓妆，而是根据角色的走向来进行妆容变化。步步惊心里，导演总酷爱把镜头对到刘诗诗的脸上，脸上的绒毛根根分明，额头上的闭口毫不掩饰，也丝毫不影响若曦的可爱灵动。当剧情演到后期时，她因宫斗心力交瘁，眼下的黑眼圈反而更贴切角色的疲累。若曦病入膏肓时，灰败的气色和自然的妆容，让你相信这就是一个人临终时最真实的状态。那些悲凉与厚重的故事感，借由演员们的脸一一展现，一帧帧画面都布满了细节。你会发现，这些年来成为爆款的剧集都更向往真实感。《琅琊榜》在拍摄时就坚持不用滤镜，光是实拍就足够浓墨重彩。开端里，赵今麦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憔悴，白敬亭爆发时的青筋和凸起的眼眶，都让人能轻易带入到当时紧张的场景中。人世间和山海情里，在自然光影里被描摹的是生活刻在脸上的细纹，也是风吹日晒的土气面庞。能时时刻刻保持光鲜亮丽的是屏幕外的明星，不是剧中的角色。这些真实才是一部好作品该有的底色。我们追求真实，皮相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筋骨。回顾近几年的国产剧，遍地都是完美人设，那些有血有肉的活人早就成了稀缺物种。赵丽颖演的女商人被说太过精明，不喜欢她这副嘴脸气质。孙俪在安家里饰演的房似锦，被观众大骂卖房套路深，俏同事单，人品有问题。被骂惨的还有摇滚狂花里姚晨饰演的蓬莱，她自私不完美，唯我主义。她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妈妈，抛弃女儿10多年，去过自己的摇滚人生。她更不是一个大众认知里的好女人，烟不离手，酒不离口，张嘴就是卧槽 TMD。 很多人接受不了这样的女主，这与他们的期待背道而驰。爱情要专一，身体要纯洁，性格要讨喜。观众用单一的审美取向去绑架角色，当人设与预期不符时，便顺理成章以人设崩塌为由反水，将主角批评得一文不值。当我们突然顿悟国产剧的人设有多么单薄时，才发现那些真实又立体的角色已经离我们远去太久。粉红女郎里的万人迷，穿着小吊带，不停输出金句，放到现在就是独立清醒的大女主人设，但实际上当年她的角色设定只是一个卖化妆品的柜姐。步步惊心里，若曦一开始妄想改变朝代轨迹，却在无力抗拒的命运洪流中一次次认命。她的悲剧色彩也不符合国人热爱大团圆结局的期待。可当10年后看腻了爽文套路的我们再回头看，才明白它的可贵。好角色一城白月光，但反派却更深刻地留在了观众心中。小鱼儿与花无缺里，从小白兔成长为秒杀全场的最大反派江玉燕，让人又爱又恨。爱他的楚楚可怜，身世凄凉，恨他的心狠手辣，不择手段。这种悲惨又残酷的反派角色，放到如今也只有挨骂的份，更别说以前影视剧里出现的妖魔鬼怪，个个把野心和欲望写在脸上。
从来不玩什么真善美。如今我们在仙侠剧里只能看到推动男女主感情线的工具人，而非这些鲜活又真实的面孔了。这些有瑕疵的角色，内里是一个个滚烫又真诚的灵魂，他们的魅力远非现在的精致假人能比。以前的好剧流传下来的形和神是值得细细推敲的。那年的美人是被光影偏爱的艺术品，不是苍白失真的漂亮面孔。那年的武打戏是刀光剑影，拳拳到肉，不是什么科技与狠活。那年想表达的内核让人热血沸腾，醍醐灌顶，而非千篇一律，条条框框。那些真实和质感，血肉和人性都值得反复回味。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虽然不喜欢陈旧蒙尘的感觉，却也特别怀念那些曾经的辉煌，黄金的岁月。其实这些流金的岁月不应该老是被拿出来怀念，因为人总要向前看。然而呢，有时候怀念是一种不得已的下意识，因为当下的日子完全不同往昔，完全大不如前的时候，人们都会普遍抱怨如今的不如意和演员的不争气，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现在的日子风调雨顺，富足安康，有谁会念想那些垃圾堆里的小确幸和老物件呢？当然了，现在的观众更不甘心的是，从演员到观众乃至整个影视剧市场都失去了被讨厌的勇气，只能希望屏幕内外的我们都能从唯美梦幻的滤镜批量生产的假人里抽离出来，大家睁开眼，接受这个真实的世界，接受许许多多的无奈。说到这，申万我说想，最近一边倒的对赵丽颖颜值的抹黑，其实也恰恰好，让人没敢在演技上挑刺了，因为挑无可挑。那么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申万我只能说，团队真的厉害了。聪明的联想团队同样也是聪明的、厉害的。短短的这么一支短片，居然通过热爱奔赴这一连接点，将代言人角色内化为品牌性格，试图打通价值观抽象的弱感知与王一博在大众层面具象的强感知。这是一种基于高契合度的大众自然认知关联，让品牌顺理成章地将抽象的品牌个性具体化，完成向大众的品牌价值传递。2. 与用户共创强化品牌共识，引爆全网影响力。1. 卡点官宣，精确洞察饭圈文化。此次奔赴短片上线的时间可谓是暗藏玄机，9点15分、1点01分和10点18分3个时间点分别对应王一博出道日、签约车队和获得金鹰奖3个重要人生节点。这不仅是对代言人的尊重与欣赏，更是品牌对饭圈文化和粉丝心理的精准拿捏。2. 话题互动，激发用户参与热情。随着王一博成长短片的上线，联想也顺势发布了王一博奔赴热爱的话题互动，引导网友们在话题之下表达自己对王一博的喜爱，以及分享自己奔赴热爱的一些经历。这样主动分享传播的方式，也让联想不仅仅只是通过王一博对热爱的奔赴赋能，还可以将粉丝的经历和情感赋予到品牌身上，实现更为深度的价值提升。3. 粉丝共创，引爆活动传播声量。值得一提的是，在奔赴正片上线之前，3重奔赴独立成片，联想首创了由粉丝投票热度决定广告片释出顺序的共创玩法，既保证了营销的有效参与性，又能兼顾营销内容在粉丝圈可玩性，以共创的形式集中引爆活动声量，让联想在消费者注意力极端碎片化的传播环境下，依旧收获了高关注度和强影响力。配合王一博的国民度，这波实力奔赴，敢想敢搏的价值塑造才算真正的广而告之。可以说，从利益到结合，从理解到奔赴，这个曾经的老牌国货巨无霸，真的吃透了流量的密码和王一博的真身。当所有摩托姐姐都有这种双向理解和双向奔赴的真爱驱动，哪有粉丝造反事件那么揪心，哪有乌镇事件那么夸张？当然了，值得深扒的联想的想法还没完，就像冯绍峰的想法在赵丽颖的身上同样是从去年延伸到了今年一样。赵丽颖从出道起就备受观众喜爱，她的演技被大家认可，事业也在不断上升中，似乎她已经变成职业女强人的代表人物。但在感情上，她就不再一帆风顺了，好不容易官宣结婚，却没想到这段婚姻持续了不到3年，就等来了离婚的官宣。原本赵丽颖和冯绍峰都是娱乐圈优秀的演员，两人凭借《知否》收获了一大批 CP 粉，
大家对于两人的婚姻非常认可，直到现在部分粉丝都不能接受两人已经离婚。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前后脚居然还是很默契的，分别在12月12日和12月13日官宣了好消息。当然了，有心人的存在，任何的偶然都是必然，任何的默契都是有心。这种结论，相信本频道的老朋友都记得。先说赵丽颖的好消息，她与何颂的合约已经到期，她并没有续约，而是转身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她与何颂之间还有一段渊源，她是因为前夫冯绍峰的关系，以合伙人的身份签约何颂，但这家公司的资源很差，根本承担不起赵丽颖的发展速度，再加上赵丽颖已经跟冯绍峰离婚，也没有太大的理由答应继续留在那里。这对他以后的发展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再说冯绍峰，他在13日打赢了一场侵权的官司，成功获赔10万元。虽然这笔钱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小数字，但名声恢复了不少。冯绍峰告的这个人是一个主播，他以冯绍峰替身的人设进行直播带货，在过程中他会说一些爆料来吸引网友的目光，甚至不惜利用大家的同情心，故意卖惨贬低对方，这让冯绍峰的路人缘下降了不少。吃瓜闲人们原以为两人的评论区会充满祝福的声音，但没想到他们评论区的状态两极分化严重。申万我只想说，没办法，偶然的事情太多，就会成为必然的争吵。赵丽颖从始至终就一直在拍戏，所以她的人气一直没有下降，特别是最近因为风吹半夏大火，人气更是暴涨，她的评论区中恭喜声一片。但冯绍峰最近并没有什么大火的作品，虽然他今年有4部戏播出，但没有什么大热的影视剧，这就导致了他评论区中比较冷清。面对胜诉的消息，也只有零星几个人为他感到开心。夫妻两人离婚，最受折磨的就是孩子，所以即便本频道的不少粉丝依旧希望两人为孩子考虑，能够放下芥蒂，重归于好。申万我只想说，祝福必须有，人心必须善，但是现实比人强。在他们离婚后，有媒体曾拍到他们同框的画面，当时赵丽颖坐上了冯绍峰的车，似乎是为了看孩子，两人全程没有太大的交流，女方脸上也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在他们的脸上已经没有恋爱的氛围了。这些镜头和深扒，欢迎有心的朋友自行回顾了。爱情是要双向奔赴的，单向没有用，这一点申万我老是强调。所以粉随正主其实也是一种爱的双向奔赴，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只是呢，做的时候有些人选择了乌镇事件，有的企业选择了奔赴，而且还是相当启发的双向奔赴模式。3. 与代言人共生，实现双向价值增量。在传统意义上，品牌与代言人的关系中，双方彼此都在借势，本质上是对双方价值的消耗，所以品牌与代言人的最优解自然是双向的价值增值，即不是传统意义上品牌对代言人价值的消耗，而是双方的共同成长及共生。联想与王一博的合作便开启了品牌代言的螺旋时代，共同成长，深度契合，互相伴随向上。联想与王一博合作的奔赴重新定义了品牌与代言人的共生关系，借代言人塑造品牌共识，带来双向增量，也获得了比收割型代言更长远的品牌价值。说到这，如果您没听明白的话，其实就是申万我在申巴乌镇事件的时候，全网首个独家揭秘的事件内核，也就是说，买就是反方向的哥，都绝对不是王一博需要的爱。没有这种基本的理解，就没有真正的粉随正主，最后也就剩下一地的粉碎正主和王一博的忧伤了。或许能跟申万我一同走进这部奔赴的聪明人，都能读懂王一博的本真。王一博的需要，念念不忘，爱才回响；买不忘，正主受伤。说到这，赵丽颖的风吹半夏明晃晃，就是正反两手把红黑通吃了。而王一博与联想就是真正的双向奔赴的成功演示了。以此类推，懂了正主，自然也就懂了奔赴的真谛。同样的，如果冯绍峰真的懂得双向奔赴的内涵，那么赵丽颖又怎么会闯出新一个人生高峰呢？申万我真的非常感慨，人生的无常和世事的轮回，因为看不懂的人实在太多了。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魔幻的2022年出了很多的魔幻事和魔幻人，同样魔幻，有些不顺，
而且本频道常提的正午阳光，现在虽然也有一些一言难尽的剧了，但是他们的好本子依旧都是优先考虑胡歌和王凯的。那么您猜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申万我的铁口实在要镶钻石了。因为申万我说过，娱乐圈蛋糕越来越小的时候，只有那些金字塔尖的人物才不会担心蛋糕大小的问题。请注意，这里申万我必须补充一个99.9999999都视而不见的硬核，那就是申万我说的金字塔尖的人物跟流量完全无关，只跟演技密切有关。无论胡歌还是王凯，明晃晃的已经跟流量没有关系了，因为他们的演技已经无需吹黑，不怒自威了。因此特别有趣的是，申万我不是太在意的资源咖欧豪，即便在不愁资本不缺资源的情况下，也特别着急申万我的蛋糕理论了。他现在急着继续寻找顶尖的合作机会，寻找眼神的业界大拿，试图快速提升自己的硬实力、硬口碑。申万我只能说，他去年利用粉丝造反事件成功补上王一博的缺席，的确其高一招事半功倍了。因此作为资源置换的另外关键一方，赵丽颖同样也是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两样宝贝，一个是土丑出圈，一个是资本青睐。这不，赵丽颖在谈电影，这部电影接触很久了，确定的可能性挺大的。申万我常说的知所进退，狡兔三窟，明晃晃就是娱乐圈人人都看得见却又摸不着的生存法则。有些人坚持到底不是坏事，但是不留后路就值得商榷了。有些人不急不躁，步行回马，进击有据，完完全全走入了申万我的铁口预判。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一步对不一定步步对，但一步错注定是步步错。